大家好，我是念双。100多辆装甲车从保定开进北京，社交媒体上视频照片满天飞，连路边农民都拍下来了。保定驻扎的是第82集团军，也就是曾经的38军万岁军。这种规模的重装部队调动绝不是什么常规拉练，但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，卫戍部队进京历来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秦王护驾，要么兵变夺权。上一次这么大阵仗还是周永康出事时，38军装甲师开进长安街对峙武警。几乎同时，山东青岛爆出一起更加离奇的事件。9月28号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青岛一处高速公路入口发生枪战，3名俄罗斯人特工，其中还有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，手持自动武器突袭了一辆丰田考斯特。这种车在中国就是官车的代名词。车上据传坐着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山东的心腹大员，有说是青岛公安局长，也有说是海军司令部高官。结果此人被当场击毙，3名俄罗斯人训练有素，打完后开着越野车扬长而去，至今未被抓获。而且这个枪击案极其诡异。第一，在一个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国家，这3个俄罗斯人从哪搞到的自动武器？枪在中国只有2个来源，军队或公安。外国人不可能从俄罗斯把枪带进来，也不可能在黑市买到。唯一解释就是有人从体制内部提供了武器。第二，为什么要派俄罗斯人来干这个脏活？因为中国人。100多辆装甲车从保定开进北京，社交媒体上视频照片满天飞，连路边农民都拍下来了。保定驻扎的是第82集团军，也就是曾经的38军万岁军。这种规模的重装部队调动绝不是什么常规拉练，但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清楚，卫戍部队进京历来只有2种可能，要么秦王护驾，要么兵变夺权。上一次这么大阵仗还是周永康出事时，38军装甲师开进长安街对峙武警。几乎同时，山东青岛爆出一起更加离奇的事件。9月28号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在青岛一处高速公路入口发生枪战，3名俄罗斯人特工，其中还有一位身材火辣的女性，手持自动武器突袭了一辆丰田考斯特。这种车在中国就是官车的代名词。车上据传坐着习近平和彭丽媛在山东的心腹大员，有说是青岛公安局长，也有说是海军司令部高官。结果此人被当场击毙，3名俄罗斯人训练有素，打完后开着越野车扬长而去，至今未被抓获。而且这个枪击案极其诡异。第一，在一个连菜刀都要实名制的国家，这3个俄罗斯人从哪搞到的自动武器？枪在中国只有2个来源，军队或公安。外国人不可能从俄罗斯把枪带进来，也不可能在黑市买到。唯一解释就是有人从体制内部提供了武器。第二，为什么要派俄罗斯人来干这个脏活？因为中国人可能已经无法完全掌控军队日常调动。他去新疆没经过军委同意就想接见校级以上军官，结果军区司令和政委都不给面子，路上还恰好遇到煤气爆炸。这就是军事政变的前兆，他犯了军方大忌，擅自插手军队人事，破坏了规矩。所以回到北京，张又侠或者军中其他大佬调动部队进京威慑，来给他一个下马威，这个逻辑完全说得通。而这2件事其实都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实力的摊牌。在过去大家还讲究程序，胡锦涛要动周永康还得给江泽民打电话，让2个军委副主席签字，这叫规矩。现在呢，整个军委成了张又侠一人的独裁军委，他想调兵的话签个字就行。习近平以为自己控制了军队，但他实际上只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让军头们意识到原来枪杆子真的可以直接用来解决政治问题，甚至都不需要绕弯子。这种顶层的暴力逻辑已经向下渗透到中国社会每个角落。我们来看看上海，这个曾被认为是中国最文明、最讲规矩的城市，现在出了一件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。据说一个副市级官员收了一个本地企业老板几千万巨额贿赂，钱收了，事没办。不仅不办事，他还反手把一部分钱上交纪委，举报这老板行贿，想给自己捞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名声的同时，又把这个老板往死里整，既要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。结果呢，这老板也不是善茬，
能拿出几千万打点关系，背后必定有他的门路，有他的黑社会。你断了我财路还要我命，那对不起，我就要你全家命。据说这个老板派人把这官员上上下下9口人全部报销了。这件事现在全网封锁，一个字都不敢提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中国的官员不讲信用，商人诉诸暴力，法律形同虚设，那么最终的仲裁者就是看谁的刀更快，谁的心更狠。这不就是张献忠现象吗？只不过这次它不是发生在饥荒年代的农民之间，而是发生在权贵和身家亿万的富商之间。现在法律不能提供公正，人们就会寻求最原始的暴力来复仇。从杨家到欧金钟，再到今天的上海灭门案，这条逻辑线一脉相承。整个社会正在迅速张献忠化，戾气越来越重。以前遇到不公还可以去信访局上访，但上访却是一条死路，地方官为了乌纱帽拼命解访，中共也根本不想解决问题。所以现在聪明人都明白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冤有头债有主，在哪受欺负就在哪10倍奉还。这种以暴制暴的循环一旦开启，中国整个社会就会再无安宁之日。当顶层在玩命，中层在互砍的时候，底层老百姓又能怎样呢？他们的绝望虽然没那么血腥，但同样触目惊心。还是在上海，他们把几十辆共享单车扔到内环、中环这些交通大动脉的路中间，瞬间造成几10公里堵车，整个城市交通陷入局部瘫痪。然后他们也不跑，就坐在马路边上等着警察来抓。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？因为现在中国的年轻人找不到工作，活不下去了，而监狱又能管犯，所以他们觉得与其在外面活活饿死，不如主动犯罪，搞一个公共事件，让警察把自己抓进去。但仅仅是寻衅滋事，关个7天半个月，对他们来说是不够的，所以他们要搞就搞大的，破坏公共交通，这至少能判个3年5年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悲哀？在几十年前，农村老大爷为了口饭吃，故意去犯罪，跪在法庭上求法官多判自己几年。那是中国历史的伤疤，但谁又能想到，在2025年的上海，年轻人要用同样方式为自己争取一张饭票。一个外卖员一天干10几个小时，挣200多块钱，连像样的饭都吃不起。1个小时工资在超市里买不到几个番茄，只能买点打折处理的玉米和糕点，这就是现实。而一个社会的底层发现失去自由，被关进监狱，反而是一种福利的时候，这个社会就已经病入膏肓。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在用一种自毁的方式来回应这个时代的荒谬。有人把这种扔共享单车的行为定性为最新街头反共方式，立刻上报到中南海。这其实有点上纲上线了，因为人家可能真没想那么多，就是单纯的活不下去了。但共产党他害怕呀，他知道这背后是巨大民怨。共享单车事件成本几乎为0，却能造成巨大社会混乱，这个示范效应太可怕。如果所有活不下去的年轻人都这么干，这个政权还怎么维持？中共的处理方式永远是那一套，把内部矛盾转移到外部，把所有失败都归咎于敌对势力，然后用一种更宏大的虚假的民族叙事来掩盖眼前的千疮百孔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共官方媒体大肆渲染，说国家正在大规模扩充民用驳船并进行改装，为攻打台湾做准备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爆出了一份美军机密情报，说中共计划在几年内建造几10艘这种大型船只，可以运送坦克和士兵，执行2栖登陆任务。一个连内部稳定都岌岌可危的政权，为什么还如此执着于一场对外战争？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。但如果你看了那个从北京去台湾旅游的大叔的视频，你可能就全明白了。那个大叔说，他一个老北京，活了大半辈子，去了趟台湾，算是开了眼。他发现台湾的厕所比他家客厅还干净，出租车司机会因为他是第一次来，免费绕道带他看夜景，民宿的老板大姐天天给他送自己做的点心，还不收钱。他最震撼的是在乡下，一个70多岁的老农民开着小货车，看到他在路边看地图，主动停下来帮忙，聊起来才知道，人家每月能领8000多块养老补贴，种地纯粹是锻炼身体。他在夜市吃东西，摊主阿姨看他一个人，硬是多给他加一个卤蛋。他说，那一刻，他一个5大3粗的北京老爷们，眼眶真的湿了。他最后总结是什么呢？
他说，人家那是真文明，真富足，最关键的是，人真的活得有尊严。这趟台湾之行，把他那颗被蒙蔽了几十年的心给彻底洗干净了。所以这就解释了中共为什么对台湾有如此深的执念。因为台湾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大否定。它活生生地证明了，在同一片文化土壤上，华人完全可以建立一个文明、自由、富裕且有尊严的社会。这种对比太强烈，太残酷。当中国的老百姓还在为一口饭吃要去主动坐牢的时候，旁边那个同文同种的小岛却向世界展示了华人社会的另一种可能性。所以说，攻打台湾对中共来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地缘政治选择，而是一种深植于内心的恐惧和嫉妒。他必须摧毁这个美好的参照物，才能证明自己这套野蛮的、反人性的统治模式是唯一正确的。这就好比一个恶霸，自己家里又脏又乱，天天打老婆孩子，他最恨的就是隔壁那个窗明几净、夫妻和睦、孩子欢声笑语的邻居。他想的不是怎么把自己家搞好，去想想怎么才能好好对待自己的老婆孩子，给他们幸福，而是找个机会把邻居的家给砸了，这样才能显得自己没那么失败。土共的宏大叙事，我实在是看得透透的了，真是让人反胃。而且这一切对于生在中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，他们有什么错呢？